用完这些标签，我们还可以更深度来运用。我们怎么深度运用？标签只是先展现了一个人身上带有怎样的特征，我们不是想要只看静态的，有没有机会搭配了 AI 的模型，更可以去协助品牌可不可以预测，会买的可能是哪些人啊？哪些人是可能要流失了啊？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就有提到标签，我们让它只是从原本的反应描述，它是一个怎么样样态的轮廓，我们把它升级成预测，就让品牌可以做哪3段呢？第一段刚刚讲到的，不断的可以去开发更精准的新客，以及我想要去做回购的部分，可不可以去预测完接下来最容易购买的回购是哪些会员，搭配了广告投放，甚至是私域的推播，那甚至是近期像大家都会有一些大档期的活动，不管是像3双啦、618的部分，大家如果在做大档的时候，一定想说，可不可以赶快协助品牌预测接下来最容易购买的那一群人是哪些人？那也可以透过像这样的 DCIU 的一个购买意图模型，圈选出来最容易购买客人，再去做所谓私域的沟通。好，那模型非常的多元，像我们模型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在去协助品牌，我们去计算每一个会员收集他的资料，我们收集了哪些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能透过使用者的行为有包含他在搜寻什么东西，在看什么样的东西，看我们在网站上我们做加车或结账，甚至是他购买频率是不是常常也购买一些折扣性的商品或者是正价品。透过这些可能有数千种、数百种，一个人就有身上这么多的资料，我们就透过像这样的梯度的模型，我们去预测出来，原来在这么多规则里面，我们去把它叠加出来，去预测出来，哪一个会员、哪些会员其实是最容易有购买的这些名单，圈选出来之后，可以让品牌同样的搭配了公益广告上面的投放、私域沟通上面的精准的沟通，比如说 APP 啦。Line OA 啦、EDM 啦、简讯等等，就可以更加的利用，让品牌可以透过一个 AI 的模型，就可以找出更精准的客群。好，那不单单只是把会员去做所谓的预测分群，我们还可以结合更深的运用，比如说我们透过购买意图模型，我们知道把人分成4群人，一路从 D 到 U， 最容易购买的，照近期没有意图的，那把这些人分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去分配，比如说知道最容易购买的人，我们还去结合了发票数据、餐饮数据、兴趣标签，找出真的更有消费力道，以及他们最近在关注什么样的品项上面的客群，去达到有消费力。我们要更集中我们的子弹的资源，去达到最容易购买那群人。那没有意图的人，我们也不是这样放弃了他，我们还是可以保持，我们可以低度的去关心曝光的这些人，但是我们也不是乱枪打鸟，我们可能是搭配说这群近期可能比较低频、没有进站的这些人，可以去搭配身上可能有怎样一些兴趣标签的特征，可不可以先去做所谓 awareness 的部分，先去吸引我们这些无意图的客户有机会进站，可能了解我们现在又有什么新品的部分，才能去创造所谓的购买场景。所以透过这样的购买意图，我们不只是去做了预测接下来时间购买，我们还去搭配了所谓的第三方的这样的资料，去达到所谓的消费力的一个分成。好。那模型名单千万不是只有单一操作，说我只是知道哪些人最容易购买，哪些人可能是购买周期是什么。其实模型跟模型、名单跟名单之间，它可以去叠加的运用，才可以善用的更精准。像刚刚有提到说，我如果知道说我每一个不同的购买周期里面，有的人可能是近期刚买，有的人是刚注册，有的人购买了很久了，那我还可以去叠合了购买意图模型，去找出来在每一个购买周期里面有没有哪一些人是真的近期最容易购买这群人，我就可以集中火力去跟他们做沟通，去达到更加的一个转换率效果。所以透过模型不只是单用，可以叠加起来复用，还可以把我们叠加起来的条件返现的更精准，去创造更好的效益。好，不单单只有模型，我们也要协助品牌说，今天 CDMP 的数据中台协助品牌去创造了很多的贴标签资料运用之后，可以怎么样去做更友善的一个解读呢？那透过我们简报上面，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今天协助品牌，帮助品牌把一个品牌里面众多会员身上，标签都把它贴取出来之后，我们来协助品牌，我们怎样去做更有效率的筛选？我们将品牌去创造的所谓一个消费的指数。去创造说，今天我们可以观察到带有怎样一个兴趣标签的人，他们的购买的指数其实是可以比全部来的会员来的更高的。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知道说，原来我们现在会员里面带有这样特征的人更容易带单。那我们是可以把这样的特征去找到跟他们更像的一些特征。所以透过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呢？选标签。
选标签就可以透过我们报表里面，我们就有设定这样一个机制，哪些标签其实是高于整个品牌的平均数的。那透过这样子就找到说，精准的客群原来身上带有的特征是什么，那就可以帮我们判断说，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在看一大堆热等的这些标签资料，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报表，透过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呈现方式，帮助品牌快速去知道我们应该把我们想要打新客或打旧客可以关注在哪些标签，去放大它的操作运用。好。